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不只是装修的胖虎。我们今天来到了迪化街的旁边，现在我后面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建筑物喽，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呢。但因为它的时间很久了，所以有点漏水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就来进去看看有什么问题吧。那我们走吧 ，Let's go！ 好，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。那现在呢，看到我们后面的这里就是这次的屋主跟我们说有漏水的问题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漏水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吧。我们进来，那这里呢是一间开了20几年的一个发廊哦。那在它里面的厕所的管道间，最近发现有漏水的问题。它这漏水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呢？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到底原因是什么。因为这栋建筑物呢，它已经有差不多超过40年的时间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建筑物大概50年，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建筑物的一个生命周期的结束点。40年呢，对他来说应该已经是个垂暮之年哦，年纪很大了，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，尤其是在管线特别多的位置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后面这根柱子呢，就是我们的厕所的管道间，它不是真的柱子，它是管道间，中间是中空的。这个呢是给很多的管线走的。那有很多的管线呢，就遇到什么问题呢？就容易会有漏水的问题嘛。管道间的漏水问题要怎么解决呢？其实如果它是新房子的话，要解决很简单，就是我们来找出它漏水的地方之后，把那根管子换掉就好。但是我们刚刚说了，这个是一个垂暮之年，一个老爷爷的房子了。那这么大的年纪的房子，会只有一根管线有问题吗？不是哦，通常呢会有很多根管线都有可能有问题。所以这一栋我们不晓得目前这个根有多高，但是呢，有可能这里是1楼，我们从2楼到最顶楼，它的管道间可能每一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问题，有一点点渗水的状况。只要每一户渗1滴到下面来呢，一次就渗了10滴啊，那你就知道1楼漏水状况会有多严重。所以久了之后呢，1楼通常都会是漏水的重灾户哦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它到底漏水的位置在哪里吧。我们进到这里厕所，我塞进来有点满。不好意思，好，厕所呢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在这里刚好是管道间的边边，这里是管道间嘛，然后厕所的这边是一个管道间的共用壁，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它的排水管的位置哈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下面都非常的潮湿，像明显就可以看到水。那这个水呢，就像我刚刚说的嘛，因为这个水会有很多的，可能很多户都有可能产生原因。如果真的要去维修每一户的管线的话，这个费用非常之高，而且这么久了，可能屋主他们自己没问题的话，或者他们一点点问题，他们也不太想处理，可能就要等着都更。所以这样子，我们就只能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它。那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呢？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接水盘。因为我没办法处理掉水的源头嘛，但是这个管道间一定会存在，我也不能把它封起来啊，所以我就只能用一个水盘把水接住，让水可以导流到外面。我们的外面刚好是一个消防通道，那我们呢就把这个排出去的，可以直接排到下面的排水沟里面，这样子就可以解决掉室内有水的问题。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根除这个方法，因为如果假设了这个未来20年都不都更的话，那我们要根除它，我们就可能真的要去一屋一屋的找，来找出问题，并且解决掉它。那这样子费用可能就会相对高昂不少。也要看看你的邻居愿不愿意帮你处理。那如果他不愿意的话，这个纠纷的时间真的可能会有点长哦。所以我们建议简单的先这样处理，那后续再看看屋主想不想做其他更完善的处理。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问题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们也发现了，因为接下来这边呢会作为另外的营业使用场所，所以刚刚听到什么？对，听到了这个瓷砖有一些捧供的地方，然后还有一些这边久了嘛，20几年的环境了，他也想顺便的把它整理干净，作为未来新的营业使用呢，可以看起来漂漂亮亮的。所以我们会做什么呢？我们会把这个天花板啊，就是看这已经有点黄黄的了，这个是历史的痕迹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台北古城的感觉，所以这个20几年的痕迹呢，我们需要把它抹除掉，让它像新的一样。而地面呢也是一样，会做上我们最新的我们家的 SPC 的地板，让它呢看起来平整又漂亮，而且接下来的客户呢进来的时候会有一种温馨的感觉哦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案子的主要问题呢，就是厕所的管道间有漏水的问题啦，还有就是他想要做一些装潢上的处理。如果你也想要知道漏水要怎么样处理，或者你想要我们去你的家里进行漏水会勘的话呢，也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。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，要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，还有打开那重要的小铃铛，才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哦。我是不只是装修的胖虎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